OK，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呢，主要是在做一些相机的评测，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运动相机 GoPro 的一些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带各位来看看现在最新的 GoPro Hero 12这台运动相机，它的一些开箱介绍，以及它里面的硬体介绍，还有它里面这次新增的功能等等的，来一一跟各位来做说明。好的，那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GoPro Hero 12的这个外包装的盒子。那在盒子里面内部当然一定会有主机、电池、充电线，那还有这个万年不变的粘贴式底座。那但是呢，今年 GoPro 这个12的运动相机，它把原本在 Hero 9、Hero 10跟 Hero 11里面有给的这个黑色收纳盒，把它给移除掉了。所以呢，在今年买 GoPro 12的这个相机里面是没有附收纳盒的。如果你需要收纳盒，必须要再去做自行购买。那里面的话呢，它附的是这个这个纸盒。纸盒里面的话，就是放我们刚刚所讲的，麻烦了，放我们刚刚所讲的东西就是在这里面，它会放相机、主机，然后电池跟这个充电线，还有底座。那原本的黑色收纳盒在 GoPro Hero 12里面就没有再附在里面了，那必须自行购买。好，那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GoPro Hero 12的主相机。那 GoPro Hero 12这一次也是一样传承了从 GoPro 9代开始所设计的这个机型，在它的相机、萤幕、按钮位置今年的这个 GoPro Hero 12上面的快门键以及不是用红色的位置一模一样，但是在下面呢，原本中间是没有一个这个1/4螺孔的底座。在这个今年的12新增这个底座，在安装到像手机的自拍杆或者是这个单眼相机的脚架上面会更加的方便。那原本的这个设计这个脚架也是没有移除掉的。那在我们的右边一样是电池跟记忆卡的这个卡槽。那后面的萤幕的话呢，也是一样完全是跟 Hero 90、11一模一样的萤幕比例，基本上都没有做太大的更换。那在我们的左边呢，是我们的电源键跟我们的这个功能更换键那下面这边也是一样，是不可拆掉的这个据说是这个排水孔部分那外观设计一模一样，所以从9代开始所使用的配件，比如说像是媒体模组等等的，在 GoPro 12上面也是一样可以通用的好，那我们就按一下我们的侧边键，让它开机来做使用。那在里面的设置的部分我已经都先设定好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明。那设置的方式跟以往 GoPro 90、11设定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好，那当我们进到我们的画面，一样可以看到，在 GoPro Hero 12也是分成3种模式。在我们的画面左上角是记忆卡的时间的这个计量，那在右上角的话呢，是我们电池的电量，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式。那一样在左右滑动可以更换我们的模式有像原本就有的缩时模式、录影模式跟我们的拍照模式。好，但是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当你的这个相机设定好之后，进去到我们相机里面，它预设会是简单模式如果当我们用之前的相机像90、11进去的话，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它的这个按钮可以控制的地方会比较多，但在 Hero 12你进去的话呢，它是预设为简单模式的。那如何来做调整变回原本的我们的复杂模式呢？从上面往下滑，原本只有2页，从今年开始改成了3页这个设定的部分改成了3页。那在设定部分，我们晚点会来跟各位来做说明。滑到我们的右边这一页，这边有一个控制，把简易点进来，更换为专业，这样子我们的设定它就变成比较专业的设定的，就不会像原本简单的模式一样。好，那我们先设定回来，先把它换成简单模式。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原本有的这3种模式，有缩时摄影，然后还有影片模式跟我们的照片模式都是没有做更动的那好，我们点进去下面这个比较长条的按钮，如果在简单模式下，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这个影片的模式可以选择标准品质，或者是基本品质，
以及这边比较高的最高品质，有3种模式。在简单模式下，它预设会是 1080p、4K 以及我们的 5K。好，那在旁边的话呢，你可以点选这个按钮去选择你要做宽萤幕还是要做垂直摄影。如果说你点垂直摄影的话，在以往的90-11的相机上面，你必须把我们的相机采直的才能来去做垂直摄影。但如果说你是使用 GoPro Hero 12，可以直接在旁边的按钮直接更换为垂直摄影，或者是使用8:7全萤幕的比例来做拍摄，这是在简单模式下可以来做调整的。好，那上面这边的话呢，一样可以去更改我们的帧率，比如说30帧、60帧、120帧以及240帧。但如果说是简单模式下的话，你调整这个240帧，它会帮你改为 2.7K， 它会帮你改为 2.7K 哦。好，那我们就把它调回来，这个换为这个60帧就好。好，这个是在简单模式下的影片模式，它可以设定的这个功能哈。那如果说像我们以往传统的方式长按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功能的。原本我们下面这个长条地方长按可以在里面更换其他你已经设定好的这个功能，那在简单模式下是没有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照片模式，照片模式也是一样哈。当我们点一下，照片模式点一下，它是可以更换为超级照片，或者是夜间照片。在简单模式下，它是直接预设为夜间相片或者是超级照片这2种。那在我们左边这个按钮也是一样，可以来去调整我们的广角，或者是要做成线性也可以。好，那在我们的右边这个按钮是这个延时的计时器，可以选择倒数3秒钟拍照，或者是倒数10秒钟拍照。好，这个是照片模式。那我们回来看一下缩时摄影这个模式。缩时摄影模式在左边的按钮是选择你的镜头的宽广度，有广角、线性跟这个线性加地平线，但它这边写到线性地平线只限于 5.3K 的影片。好，那在我们右边这个按钮一样可以去调整，你要宽画面、垂直画面还是要全画面。全画面是8:7的比例。好，那这边的话点进去，可以选择 Time Warp 缩时，或者是星轨拍摄、光绘拍摄以及车灯拍摄这4种功能。好，这个是我们简单模式下。那我们把它切换原来专业的模式。好，我们一样滑到第2页，在这边控制把简单更改为专业。好，这样子就变成我们可以去控制它所有里面的这个参数哦。好，那我们一样从影片模式来做介绍。在左边这个按钮是来去调整我们镜头的宽广度，有广角，好，从最下面的线性加地平线、线性，好，线性，然后还有广角跟我们的超级广角跟 Hyper View 这个在11里面是已经就有的功能了。好，那我们把它调回来，好，调回广角。OK， 那在旁边这颗按钮的话，右上角这颗按钮是可以开启我们的 Hyper Smooth。在 GoPro Hero 11代里面 ，Hyper Smooth 有关闭，然后还有这个一般跟超级以及自动。那但是在 GoPro Hero 12里面，它就改成只有3种，就是关闭、开启跟自动，自动的 Hyper Smooth。它把以前的一般模式以及把它给拿掉了。这个是 Hyper Smooth 6.0 它里面的设定，只有3种，关闭、打开或者是自动这3种模式。好。那在右下角这个按钮的话呢，是可以直接进去调整我们的参数OK， 那 Hero 12它这个 UI 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跟以前的 Hero 11、Hero 10、Hero 9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你点进去右下角那个是来调整我们的参数参数这边你可以这里返回上一页，或者是右上角的新增这个新增功能呢，就是可以跟我们的9、10、11一样，可以新增你喜欢的参数，然后并且把它储存起来。好，那参数这边的话可以选择标准或者是今年新增的 HDR 的影像功能，但当你点 HDR 之后，你的解析度只有2种，一种是 4K， 另外一个是 5.3K。如果你需要拍摄 1080p 2.7K 的话呢，你必须把你的这个参数叙述档这边改成标准，好，改成标准。
好，那标准化就有 1080P、4K 跟 5.3K。那有人说为什么没有 2.7K 呢？ 2.7K 是你要把你的长宽比例改成4:3才会有 2.7K 才会有 2.7K。好，那我们就用比较常用的16:9来看。16:9模式下呢，你可以使用那个 1080P 还有 2.7K 好，这边的话我看到了 1080P 跟 2.7K 也可以。那如果说是9:16的话呢，是 1080P 跟 4K。4:3的话只有 2.7K， 那全比例的话是 4K 今年的这个全比例只能用到 4K 应该是下面这个帧率更改，如果我把帧率改成30就可以使用 5.3 了，就可以使用 5.3。好，那么换回来16:9，然后使用这个 4K。好，那帧率的话呢，一样在 Hero 12上面，它可以让 4K 拍到最高120帧，120帧。那镜头跟广角一样，可以在这边做调整。你可以选择线性加线性地平线，或者是线性，或者是广角、超级广角跟 Hyper View 的5种镜头功能。那在 Hyper Smooth 部分的话呢，就只有3种，就是可以选择关闭、开启或者是 Auto Boost。这个 Auto Boost 呢，跟11上面的这个 Auto Boost 是一样的就是让相机自动去侦测说你需要使用 Hyper Smooth 才开启 Hyper Smooth 这个功能好，那在拍摄这里面的话呢，有这5种原本就有的功能，像是排程拍摄，你可以设定好时间一到，相机如果里面有装电池的话，它就可以自动开机，并且直接做拍摄。那再是可以去调整你的时间的长度，还有这个 Hindsight 的话呢，是你可以设定预录15秒或者是30秒这2种的长度影片。那当你在按下去之后，你在前面的15秒里面的这个画面都会被存入进去。如果说你是调整15的话，那30的话就是你在按下去录影之前的30秒，它会先帮你录好，按下去之后会从第31秒开始录。那刚刚15秒是从第16秒开始录影这样子。计时器的话呢，是你可以去设定说你按下快门之后多久才开始做录影。那变焦的话呢，是可以去变换你的这个焦段但是它只有从1倍到 1.4 倍。那个人是不建议说运动相机这种相机来去变动它的焦段。那 Pro Tune 的部分的话呢，也跟以往一样，有快门、曝光补偿、白平衡、ISO 最小值、ISO 最大值、清晰度、色彩、弱音档。那风切声跟媒体模组这几个功能可以来去做切换那你可以发现到里面的这个 UI 界面跟以往的90-11是完全不一样了。那在最下面这个捷径就是可以去设定我们原本刚刚首页的部分，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这个按钮，你要选择是哪一些好，这个是影片功能。那我们回到前页。好，那一样在这里面你短按的话，你可以去切换你预设好的这个影片的参数。那如果说你是长按的话呢，一样会直接跳到我们的设定档这里面。OK， 这边是2个是差不多的功能好，那我们看一下在相片模式里面，的话呢，在我们的右上角是这里，右上角可以去选择你的这个这个功能是原本放在这个缩时影片缩时摄影里面的这个功能里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每隔几秒钟，你的相机就会自动拍照。比如说，我设定 0.5 秒，就是当我按下快门之后，我的相机每 0.5 秒就会拍一张照片。OK， 那它最少是 0.5 秒，最多是120秒好，那我们就把它关闭。在左上角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计时器，可以选择3秒拍摄，或者是10秒后再拍照这就是倒数计时的功能。那在右下角部分一样是可以来去调整我们的镜头，可以选择广角或者是线性这2种。那在我们的右下角一样是可以去调整我们相片里面的参数。好，当我点进来之后，你可以选择线性或广角。那一样在右上角这颗按钮可以新增把你的这个相机的参数设定好之后，把它自定为是一个这个参数。那之后当你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快速切换不用在里面再做再花时间在里面调整你的参数。好，那这边的话拍摄一样，你可以选择4种，有超级照片 Super Photo， 或者是 HDR 照片以及这个标准的照片。还有这个落档的照片那我想来看一下今年落档照片可不可以调成这个线性的照片因为以往是只能广角这个是比较不 OK 的地方，个人觉得对，今年的落档照片也是一样只能用广角，不能用这个线性。
好，那我们把照片调回来，调成一般好了。好，一般可以调的东西比较多。那在拍摄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刚刚有说到，可以在输出的部分选择4种模式来进行输出。在时间间隔的部分，我们可以去选择让我们的 GoPro 相机每隔几秒钟来去做拍照的动作。那时间长度的部分的话呢，它是关闭的。在排程拍摄这里面也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相机在什么时候自动开机来进行拍摄。那计时器的部分就是可以选择让我们相机进行3秒钟或者是10秒钟的这个倒数计时的功能。那变焦的话也是一样，让我们的相机进行数位变焦。好，那么再往下看，在 Pro 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样就跟我们之前的这个8、9、10、11的这个相机都一样，可以使用这个快门，还有曝光补偿、白平衡、ISO 最小值、ISO 最大值跟清晰度以及色彩的调整。那在下面的话呢，这个捷径一样可以来去调整我们的这个照片模式，在主页的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这个按钮。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相片设定的部分哦。好，这个是相片设定部分。那我们再来到缩时摄影这里。好，那缩时摄影这边的话呢，一样我们有预设是这个 Time Warp 的这个拍摄模式，在 Time Warp 的这个左边的按钮是可以调整我们镜头的宽广度，那右边这颗的话呢也是一样，可以进到设定里面哦。那我们先按一下中间这个按钮，可以看到跟之前的这个11是一样的，有 Time Warp、星轨、光绘、车灯跟缩时摄影，还有夜间缩时这几个功能，那一样也可以再进行新增哦。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按这个设定。那在里面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长宽比有3种，16:9、9:16跟8:7。那解析度的部分的话呢，只有3种，这个是1080、4K 跟 5.3K。好，我们看一下哈，在8:7部分是 4K 跟 5.3K， 9:16是1080跟 4K。那在这个镜头的部分的话呢，一样可以去选择广角，然后线性跟这个线性加地平线水平。在拍摄部分的话呢，一样可以去选择这个速度、排程拍摄、拍照的这个时间长度，还有计时器跟变焦。然后在 Pro 部分的话呢，一样可以看得到有曝光补偿、白平衡、ISO 最大值跟最小值、清晰度、色彩的这个饱和度，还有风切声的切换哦。那捷径一样可以在里面进行我们的这个前面那个这个主页部分的这个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按钮。好，这边可以看到哈。好，这个是 Time Warp， 那这边下面的功能的话呢，就不多说了，跟之前11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设定的部分呢。那一样设定是从上往下滑，滑下来之后的话呢，以前的11是2页，那在12上面的话呢是3页。在我们的左上角你可以看到有这个配对装置，在 GoPro 12里面的话呢，它可以去连线其他的蓝牙麦克风来进行收音。据这个官方所说，它最多可以接收4组蓝牙麦克风来进行录音。好，那在这个中间的主页的话呢，跟以往一样，有我们的这个语音控制、提示声跟这个 Quick Capture， 还有萤幕锁定跟调整我们的前萤幕，然后还有这个方向锁定以及设定 Max 镜头。好，这个 Max 镜头我们等一下回来讲。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一页，在左边这一页，我们可以来去控制我们的记忆卡。你可以在记忆卡里面直接看到记忆卡的这个总容量，以及如果说你有订阅 GoPro Plus， 也可以看到你上传的档案以及有哪些已经上传了。那这边的话，管理 SD 卡就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格式化功能，然后还有可以去设定自动上传的功能。那在我们的最右边的这个设定一样它可以去切换这个控制的按钮，以及一般的这个偏好设定，还有你的蓝牙装置可以在这边进行配备。好，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已经准备好与 GoPro Quick 应用程式或者是其他的蓝牙装置来进行配对。那设定的话呢，一样里面有可以去设定自动上传、无线连接、一般影片这个语音控制。还有你的萤幕显示、语言、日期跟模组这些都跟以前的11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设定 Max 镜头这边比较有趣的是，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用的话，你点进去之后，它也是一样你点进去之后，你可以选择关闭，或者是用1代的 Max 镜头，或者是用新一代的 Max 2.0 镜头。那我们来看一下，使用1代的 Max 镜头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好，点进来之后，那你现在这个模式
就是这个第一代的 Max 镜头模式。好，那在这边的话，你点中间这个按钮，那它是没办法做新增的哈，就是已经预设好的，其实跟11是一样的。那点一下旁边的设定，你可以看到，在使用一代的这个 Max 镜头，它是使用 1080p 跟 2.7K 两种解析度。帧率的话可以调整20、30跟60，那镜头的话是调整广角跟 Max Super View。那地平线的话也是可开可不开，然后还有这个 Max Hyper Smooth， 好，这边也是可开可不开哈。Max Hyper Smooth 就是那个它的稳定功能哦，它的这个稳定功能。那下面的话，拍摄跟 Pro 2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哦，我按到按钮了。好，这边是使用一代的镜头，那其实基本上使用一代镜头，它的这个 Max 照片，还有 Max 影片跟这个 Max 缩时摄影，跟之前的11代是一样的，基本上是都没有完全变动。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如果说你要切换成2代的话，像你现在已经切换成1代，你点一下是把它关闭。那点一下的话是开启，就是你预设的这个模式。那如何切换2代镜头模式呢？你要长按，好，长按进去之后就可以来做切换了。那我们把它换成 Max 镜头 2.0， 好，点进来之后，它现在这个模式就是 Max 镜头 2.0 的模式。那一样这边是可以做设定啊，刚刚忘记讲到，这个左上角按钮就是你要开启这个地平线水平的功能。那一样点进来它是没办法做新增的。那我们点一下。右边这颗按钮可以在里面进行更改。那你可以看到使用这个 2.0 的模式，它的解析度是 1080p 跟 4K 两种。那 4K 的话最多是到60帧那如果说是 1080p 可以到120帧。那一样可以在里面进行调整那在使用这个 2.0 的话，它有3种镜头可以选择。刚刚在 1.0 的部分只有广角跟这个 Super View 的这个功能。那如果说你是使用2代的话呢，你可以切换成 Max Super 这个 Hyper View 就是它可以变更广，就是这个官网所宣传的177度广角的功能。那一样地平线水平跟你要不要开启这个 Max Hyper Smooth 的功能。下面的拍摄跟 Pro 2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就不再多说。好，这个就是2.0 的功能那我们看一下照片部分。照片部分的话，一样你可以在我们的右下角来进行切换，可以换成广角或者是这个 Max Super View， 然后还有地平线其实基本上功能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那个镜头新的 2.0 镜头可以让我们的 GoPro 12相机提升到177度的广角。那在缩时摄影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动都是一样的功能，就是最多可以到 4K 这样子一样这边是可以做切换可以有 Time Warp， 然后 Max 星轨、Max 光绘跟 Max 车灯。那我们如果要回来的话，就一样把它往下滑，你可以选择长按然后把它切换回来，这样子就回到我们的这个相机的主页。好，那一样要观看媒体的话，是从下往上滑，你可以看到你刚刚拍摄的媒体。那这边媒体的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跟之前的这边一样，就是可以做勾选的动作那是没有办法直接在主机里面来进行编辑的。好，那基本上这个 GoPro 12的功能大致上就是这一些，那多了新的功能就是这个 Max 2.0 的功能，Max 2.0 是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那再来就是这个可以连接我们的蓝牙麦克风。那等一下呢会来测试一下如何连线这个蓝牙麦克风以及来去看看它的这个声音。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如何来去连接这个蓝牙的功能呢，连上这个苹果的 AirPods Pro 第2代。好，那我们就进来连线配对装置这边。那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 AirPods Pro， 让它来进行配对。好，如果它侦测到有这个蓝牙的音讯可以连接的话，就会跑出蓝牙音讯。那看看可不可以连线到我的蓝牙 AirPods。试试看这个。连上来了。好，当你这个连线成功的话，它就会显示Bluetooth 音讯这个它会变成蓝色的，要变蓝色的。那我们来试看看。好，已经配对了。我现在连线到的是我的这个蓝牙 AirPods Pro 第2代。那你会发现到萤幕的这个左上角，右上角不好意思，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麦克风连线的图示。
OK， 那在前萤幕的部分的话呢，它是不会显示的哈，它没有显示连线的这个图示，只有在我们的主画面上面才有。好，那你刚刚在连线的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蓝牙耳机也会跑出这个录音的声音刚刚按这个录音的按钮的时候，你的蓝牙耳机也会有声音。测试123，你现在听到的是使用 AirPods Pro 这个第2代耳机所录出来的声音。好，如果你连到的是 AirPods 这种耳机的话，那你的耳机它也会跑出你的这个按录影键的声音当我按下开始录影的时候，我的耳机会有声音。那刚刚结束录影的时候也会有声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播放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声音。我们播放刚刚这个影片。有如果你的蓝牙耳机现在还是连到 GoPro 上面的话，它播放声音会借由这个蓝牙耳机来播放出来。好，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蓝牙耳机给退掉，好，把我的耳机放回我的 AirPods 充电盒里面。好，我把它给收起来了。好，那收起来之后，它在这边就会跑出这个 Bluetooth 音讯断线掉。那我们来听看看用它的这个内建的相机播出来的声音。好，那你刚刚在连线的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蓝牙耳机也会跑出这个录音的声音，声音还不错。这个录音的按钮的时候 ，OK 声音还不错好。那我们现在再录一段那个用它原本相机所录音的这个声音你现在听到的是 GoPro Hero 12内建麦克风所录制出来的声音。那我们来比较看看 GoPro Hero 12的内建麦克风声音跟这个 AirPods Pro 第2代所录制出来的声音，哪一个你比较喜欢？测试123，你现在听到的是使用 AirPods Pro 这个第2代耳机所录出来的声音。你现在听到的是 GoPro Hero 12内建麦克风所录制出来的声音。好的，那以上呢就是 GoPro Hero 12的这个完整功能的介绍。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我来帮你做回答。谢谢，拜拜。